今天不说别的，就只说一个东西，看星星看月亮，终于把它看过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谢铁丝朋友，他直接买了过后，直接寄到我们这来了。确实，老赵老师，咱3个人里头，大家必须是响当当的高级玩家啊！今天还带了个特殊的玩意儿，这个呢，就是为了挡下的，为了区别开我跟男妈妈啊，不是说我们长得太像了吗？那像吗？我们是既同父又不异母的，我既不同父又不异母的，是既不同父又异母的兄弟。开！相信大家已经在网上看着很多了，但是那是别人，我们这个不一样，因为这是我们铁丝朋友。这个已经被蓝妈妈他们打开过了，你看我就说嘛，一打开一堆这玩意儿，哇，这么大一个，有会，天哪，好多会，毛毛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插进食辅，哎，对，好大只啊！其实本身应该是有重量的，但是你这样分摊看之后，就双手分摊还挺可以，挺好的。他们说有500多克，500多克那不就1斤啊？500多克就是2个小米 Mix Fold 2的重量。但是你真要说这个玩意儿便携，就看你对于游戏有多么的热爱了。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东西有很疑惑啊，就刚刚说的便携性，到底它的用户群体是哪个用户群体？如果你平时工作的人，你说你有多少时间玩呢？在外面，你在工作的路上，它的便携性在哪儿？就是说你换场景，你旅游去的时候带着它，可以随时跟着你一起在任何场景玩，但是在公共场所玩它的少。我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我们工作电脑其实都是苹果的电脑嘛，就是说如果我不需要一台 Windows 电脑，就是我就玩 Steam 上面的游戏，然后也不是说每一个都要玩3A 大作那种，我买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，试一下才知道。对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，虽然老赵的衣服好像没有换，但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换了啊。给大家坦白一下，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啊，大家懂不懂？水土有点不服啊，科学知识才可以这样。然后让它进入系统了。进入系统了以后呢，其实就很好办了。下载了一些游戏，作为一个资深玩家来说呢，然后看一看这些游戏玩起来怎么样。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机的操作逻辑以及它的一些按键分布。经常玩手柄的玩家的话，应该可以快速的上手。这2块触摸板的作用，它主要是模仿鼠标，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触摸板就适合玩模拟类型的游戏。习惯了手柄的操作之后，其实这种布局它稍微有一点问题，它的摇杆跟4个动作键靠得特别近，它有些时候容易误触。这个设计但没办法，因为它需要在有限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。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是带有一个触摸屏的嘛，不跟手了，识别度出现问题，最好还是通过点按的形式。对，它主要是点按。然后背键，我第一次见到背键的设计是在 Xbox 精英手柄上面见到了，它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服务于职业玩家。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重量的问题啊，开箱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不错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最佳的姿势还是只是这样，然后你手有一个支撑的这个状态下会好一点，还是重，尤其是试铝后期那个Lite，我觉得那是完美的一个重量的一个表现。第一次我拿到 Switch， 我都会觉得它大了，对比一下也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大小差异各有不同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手柄是可以拆下来的，大家可以合家欢乐的游戏啊，马车呀，大家玩着也挺开心的。但这个呢，就是感觉是一个很私人化的、个人化的东西。对，你可以在线上跟你的朋友一起玩，然后还有就是你剩下的就是自己。所以说它的定位跟它其实是一致的，对，很像的东西。但这个其实装在包里的重量、体积，使用的过程中的发热的程度，因为它的发热刚好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手部控制的时候，明显的感受到它的排热是比较热的，就是Switch它做的是上方的一个排热，但好像 Windows 掌机他们都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排气的方式。说了这么多，玩起来你才能感觉到游戏给你带来的快乐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转换一个场地啊，看一下我们玩起来的状态是怎样的。
也许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减少干扰，轻松收纳，按订单生产，每一块木纹都不一样。Testway 起源系列显示器支架，键盘掌托，现已上架。南后期重磅推荐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情况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刚才试了很多办法呀，是用采集卡来采集这个 Steam Deck 的画面，宣告失败。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个方法，非常的直白啊，GH6呢拍屏幕直接录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担待。老赵，我们第一个游戏准备玩什么？想试一下最近上线的 PC 版的 Spider-Man。因为之所以选择这个游戏呢，觉得这种单机游戏可能适合各种舒适的形式，在家里面玩或者是外面玩。虽然说这个游戏非常适合舒适的情况下玩，但是现在老赵玩的呢一点都不舒适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它前面有个巨大的相机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新摸到新的掌机，内心还是很开心的。这个就足够了。可以听到风扇的声音已经起来了。哦，这不是游戏里面的，对，这是风扇的声音。风扇。感觉开始有点丢帧，有点一顿一顿的，你有感受出来？有感觉，我以为它是为了营造24帧的电影感。现在是30 FPS， 33、34的样子。然后 CPU 跟 GPU 的一个使用量 OK 的。看那个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就是你会觉得操作这按旁边的键的时候容易按错，你要确认一下按键的位置，因为跟平时手柄不太一样。它的 R1跟 L1不是特别好按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不太好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，显得稍微的局促了一点。对。我现在感觉特别像什么？我特别像在网吧里头啊，看别人打游戏的感觉特别像。或许是会跳到60帧，突然降帧，帧率的变化比较大，波动看那根波浪。它的波浪我不太清楚是 FPS 的波浪吗？小屏幕上看，感觉效果还可以，这帧率太不稳了。这样都不死。哎，说什么来什么啊？死了。脚一滑。今天老是在翻车哦。好，二台。老赵。加油！我有预感，这是必不可能。好，知道了。破坏掉了。这视角。我觉得要套刚说完，禁不住表扬啊，这就是被奶了2口啊，然后一记重拳躺倒在哇！怎么回事？强行的，安排好的，过场。荡秋千啊，荡秋千太浪漫了。这就是第一段的结束吗？对，第一章。但是看看电量。刚才我们是差不多从一半的地方开始。对。现在已经掉到了25，而且它现在也可以听到这个声音。对，这个风扇。本身对这个期待度不高的原因，是因为对游戏的定制化不够高，就是很多游戏还是你需要自己去调整，还有它帧数都不稳定的过程中，我担心的东西太多了。但我看到其他的博主在评测的时候，或者怎么在调整它的功耗各种各样的方式的时候，我都觉得
我需要自己去调控的东西太多了，很奇怪。比如说你在大学或者高中的时候，你喜欢去搞股这些电脑配置啊，对对。但是工作了之后，我只希望这个设备我拿到了，我就可以玩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。因为其实我的空余时间不是那么多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比较在意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的温度，这个地方还好哦，32，这个后面离手比较近的这个风口这里，38.7，屏幕是3.5。这个出风口这里是，其实我觉得还行啊。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房间里头，其实也是开了空调的。然后这几年重庆的温度会比较凉快一点。它运行的毕竟是一个主机和 PC 上的游戏，这个温控还可以，掉电是掉的比较厉害。对，现在我们必须要给它进行一个充电的环节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其他的游戏。我们玩一个那个人类一败涂地吧。啊，我没玩过这个游戏。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试一下，从来没有玩过。好，哎，任意键开始，不要选刚才这个这个很难吗？这个难。我玩了玩不出去。这个你没玩出去？对，那必须是这个。好，刘总，我不可能玩不出去。我皮肤这边写的啥啊？帅，真的吗？那好的是我。就是先把手伸出来，左右各控制一只手，不是很快啊。感觉老赵就有基础就是不一样。昨天明明玩的时候搞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控制视角和那个方向。确实不是有意。你不能跑哈，这好像是不能跑的，还是说我们其实没有悟出来如何跑？这个跑了你能控制得住，软绵绵的。这个地方，哦，左上在这里死了很多次，荡过去了再说。哦，对，帅。现在开始穿模。他手过不去了，摔坏了这。哦，这样。手也恢复了，然后要开这个挖机。说实话，昨天我也就是把这个墙给撞碎了，然后就过不了。这儿对吧？长按屏幕为老赵加速。这样。他往门那边荡的时候，你不要动。好。哦，对。上收到我东西。有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帮不了你了。怎么度过这个地方？就是看起来好像要到对面去。你这里是不是要跳过去呢？哦，就跟刚刚一样是吧？陆哥，我感觉我们被碾压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这样的。老赵就是那种玩游戏玩的很多，经验丰富，然后就顺其自然。我们就是想破脑袋，是要用什么东西把它砸烂？你确定砸得烂？我拖一块石头，就不能拿一块小一点？手机弹上门了，不行。No can do it。我们已经拿了一堆东西了啊！该不会要去把那个消防栓拿过来吧？我觉得有可能的。老赵想要开发一款这样的游戏吗？不，抽不出来呀。好，可以。是把这个石头顶进去了吗？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把石头顶进去，好像给老赵点一首歌呀，雇佣者。老赵现在操纵的这个人就是雇佣着就雇佣进去了。我感觉你在玩火。成功了！是把它推过去吗？对面的门。
需要一个东西。这个把它移开，不然它下不来，我要冲过去。不是你怎么知道？啊，经验吧，这是改钢管舞，啥呀？很帅的钢管舞。把门打开啊。但是门打开还没有东西，就是你需要把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在想有没有东西可以放在中间，让它门关不上。哇，这哦，哎，对，大门向你敞开。把那个箱子过去把箱子弄过来。这么猛的吗？哦呦，太牛了！是有人可以不看攻略一直玩下去的，不是像我们一样这么的攻略。哎，这就很完美啊，直接就过来了，太赖了！就有些高手都会卡 bug。这是正常操作。哎呦！两个还在晃呢。哇，成龙 no， 怎么样？可以剪个短视频，对吧？哦，极限操作。不是，这个直接不就好了吗？这下就没有刚才那么的摇晃，完美 ，nice， 直接一个过去。好，刚才那个游戏我们就放弃了啊，那个游戏时长实在是拖得太长了。这个游戏其实对于 Steam Deck 来说，没有任何的压力啊，就是运行起来好像。但是有些时候关注旁边的这个帧数的显示啊，它显示60帧，但是我觉得突然一下还会有突然的丢帧，场景切换的时候。我们现在人类一败涂地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，可能也是对这个游戏机负债比较大的，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《怪物猎人》。怪物猎人。这个游戏的话，比较适合在碎片时间里游玩也好，或者是不用坐在电视或电脑面前，可以很随意的玩，或者外出的玩。第一款掌机 PSP 的时候，也是为了玩这个游戏。单机下面玩也很好，跟朋友玩社交属性也不错。其实玩家玩游戏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为一款游戏买一个主机。怪物猎人的话，以前在掌机上面其实30帧就可以对，很开心了。这是不就是最开始怪物猎人的一个属性，就是大家拿着 PSP 或者是 3DS、NDS 一块儿出去联机玩一玩，面基嘛，我们那时候叫。这个游戏因为玩法还是很强调的，社交虽然说也很重要，但是它的社交的属性也是集中在围绕着玩法来的。然后现在的手机上的社交游戏主要是围绕社交来设计游戏的，这个还是有区别。对，整体感觉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的。其实我还是希望，就是说官方啊能够，就是 Capcom 能够针对这个游戏进行一番的优化。现在我们看到40帧，有没有可能我把这分辨率、材质各方面的进一步的调整，让它能够稳到60帧？那就会，我觉得就更好一些。这是应该是 bug 了。应该就是一个 bug， 我发现是这个光源它会闪动，这个像是粒子。对，它本身是一个游戏里面设定是个萤火虫，它会帮你追踪怪物，给你指明前进的道路。但是这个地方可能是加载 bug， 这个时候应该是只能够重启才可以解决这个 bug。BBT 交流部分录制结束后，我请老赵把 Steam Deck 带回去用几天，看看带入到生活以后，他对 Steam Deck 的评价会有什么不同。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交流。他说，对于游戏玩家来说， Steam Deck 依托于 Steam 这个游戏平台，有海量的游戏作为保障，但这些游戏更多是为了 PC 进行开发和适配的。对于掌机形态的 Steam Deck， 小小的屏幕、字体显示、画面效果都不能和更大的屏幕相媲美。长时间使用时，重量和发热也慢慢冲淡了开箱时的热情。运行大型游戏时，2小时左右的续航也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些前提又会让我思考，什么样的人会不计体积
重量、续航，将它随身携带。确实，一开始使用时，我们总会想什么游戏适合它，键位是否适配，触摸板是否适配，而不是我想玩什么游戏。并且对于不同游戏需要不同设置达到最好效果的折腾，作为日常需要干化的老赵，用它玩游戏付出的时间精力都太多了。对于生活压力小、空余时间多的人，用 PC 或者游戏主机玩起来会更加舒服。而相对于 NS 这类的掌机，无法面对面与好友相联机，户外的网络情况无法正常运行，也因为封闭的系统不能装反作弊器，主流的网络游戏无法进行适配。最后 Steam Deck 在老赵家的沙发上安静地躺了几天。好，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铁丝朋友把他的 Steam Deck 第一时间寄给我们开箱体验，也感谢老赵百忙之中来跟我们一起开箱和体验这个 Steam Deck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 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